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在司令部对我说你父亲的死和我家有关系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怕。我觉得我全身的血都冻住了。对不起。那天没有人在场，你没有必要和我演戏。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因为在你来之前，我意识到这个山下纯一很可能是请君入瓮。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你彻底离开我，我怕你有危险。抓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，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。他们去银行干什么？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，并且在同一时间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。不对呀，难道说他们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抓？这些钱其实是用来补偿他们的。又或者，他们被抓只是为了迷惑我们？这个山下纯一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放我进去！我要找你们谭司令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糟了，我们中计了，中了徐伯君和山下纯一的计了，绝对不能让晚清卷进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山下纯一和徐伯君到底要干什么，他们怎么对我都无所谓。但是你是我的软肋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我不想当你的软肋，我要当你的盔甲。你是我的平安符。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都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保护你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爹，连累了双儿，差一点连你都护不住，还要你豁出性命的去帮我。这不怪你啊。我爹死后，我为了让谭家军继续活下去，就过上了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生活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成王败寇，只要我赢了就行。可是，一次次经历的险胜，让我意识到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会怕。我怕在刀口上过这样的日子，我怕我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人被卷进去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廖先生曾说过，这个世道让我们每个人都裹挟其中，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。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君曾经也是反抗清廷、推翻帝制的人，可是现在呢，却做了一方土皇帝。我怕，我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变成下一个裴勋，下一个徐伯君。我相信你不会的。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我选择了你，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动摇。
连个女人，你都摆不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实在没有想到，顾月霜宁愿死，都不肯反咬谭玄龄一口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裴勋已经断定谭玄龄无罪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未伤他分毫。督军，没事，老毛病了。这2天胸口老是喘不上气。督军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了。但是我徐家还有一个筹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日升昌号会在泉州靠岸，那里已经是你们控制的区域，如果及时接应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穆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仗义相助，我替前线的将士谢谢你。没事，玄灵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是啊，廖叔，不用客气，咱们也算是过命的交情。虽然这次他们没有发现什么，可是那个裴勋心里面肯定扎了根刺。这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个上海王啊，听起来风光，其实呢就是泥菩萨。之前要防着徐伯钧，现在还得防着裴勋。等你们真的打过了长江，整个上海啊，肯定是你们第一个要拿下的。怎么，也要防着我了？没有，但是你们共产党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独立团，号称铁军，自北伐以来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先不说我们的交情，就说是硬碰硬吧，我都没有信心能打赢你们。再说了，我带兄弟们来上海是来过好日子的，又不是来当炮灰的。如果是替裴勋当炮灰，那就更不值了。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。廖叔，我想走条新路。新路？这事儿啊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走新路，就意味着要抛下旧包袱，包括你现在所拥有的地位、权力，还有财富。廖叔，今天拥有的，明天也会失去的。你说的对，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，没有谁是赢家。与其争名夺利，不如为这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所以廖叔，我想和你们一起，为改变这个世道出一份力。我和组织上会全力支持。我不在意的，真的。那我不能总是这样欠着你吧？不要等了，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
怎么不进去啊？红尘还好吗？他一句话也没说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苏少帅也不会怪你的。我按照你的要求，把那银坠子放到骨灰盒里和他一起下葬了。在他火化前，还留了一缕头发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你来保管。我想，他想你陪在他身边。你还好吗？我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过就迁怒于你，但同样，我更不会因为他是你父亲就会放过他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是忠于自己的国家，还是孝顺你的父亲？你自己选。徐光耀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，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，我一定不会心软。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光耀哥，玄灵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刚刚把话说得那么重，光耀哥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刺激他。我知道他心里难受，但是他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了。所以你并不怪他，你是故意的。这世道配不上他。如果他不是徐伯钧的儿子，或许我们会成为好兄弟吧。你是在逼他做选择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如果随着徐家这艘破船一起沉掉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陪我去趟佘山吧，丹四，去佘山。还疼吗？前几天，我叔叔谭子杰在江城病故了。他常年不理军务，这军权一直有几个手下的师长把持着。这革命军
已经在长江对岸与江城对峙。万一这战火燃起，江城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看来你是有打算了。我跟谭家军的兄弟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是江城人。虽然10几年没回家，但是江城毕竟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看着江城被战火摧残，更不愿意看着父老乡亲们受苦。我是谭家的人，始终有一份责任在。我想向裴勋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带着谭家军的兄弟们回到江城，脱离北洋政府，投奔革命，让江城免于战火。那革命军那边知道你的打算吗？知道。我给廖先生发过电报，他已经说服了司令部，让江城对岸的革命军停火，配合我行动。既然万事都具备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青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我会拜托吴相应，保证你和穆家的安全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喊的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你当时说上海，我回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以为你守着上海，我守着穆家，咱们就能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。但现在上海是守不住了，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不带家眷的？上海，我要走了！上海，我们要走了！你要跟我回江城？是啊。那天廖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。虽然穆家现在富甲一方，但其实也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军阀按在砧板上。现在革命军步步紧逼，各地军阀也变本加厉，很多地方的税都收到了50年以后，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你说我又能守住穆家多久呢？但是穆家在上海经营了这么多年，这生意人不比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。虽然上海易了主，这生意可能困难一些，但是至少能撑下去。你没必要跟我一样做这样的生死抉择。是啊，我们穆家是生意人，不管是徐伯钧、裴勋，还是革命军来了，我都能活下去。只要上海一样过日子，我穆家的生意就一定能做下去。但那是认识你之前了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肯定这一辈子就这样做生意了。但是遇见你之后，我的心也变大了呀。这个世道是个大变局，在这个大变局中，只有棋手可以做生死抉择。
而棋子只能听天由命。所以，你想做棋手？如果不是棋手，再精彩的棋局也是别人的，我不甘心。没看出来啊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一把。反正还有你护着我啊。婉清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盘棋我们不会输。我信你。等我们的行动成功了，我们就在江城结婚。我让我爹、我娘、我大哥，还有我们谭家的列祖列宗，都来看看我有多么好的一个媳妇儿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放心把这个小子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疼他一辈子，我会给他一个家，让他不再是一个人。好。少喝点，红尘，喝酒伤身啊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醉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喝酒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这么浑浑噩噩、醉生梦死的活着，要不然下辈子我怎么有脸再见他？红尘，我也想改变自己啊！我真的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护不住他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重新活一次，在下辈子遇到他之前，就活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广州，投奔革命。苏督军不会答应的。按照他们的路走下去，我们只能活得和他们一样。你想活得和他们一样吗？光耀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抛开少帅的身份，为自己活一次。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可是
我有这个权利吗？人生在世，最难的就是身不由己。到了广州，去司令部找廖先生，把信交给他，他会帮你安排。谭司令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还愿意帮我。双儿看到你能振作起来，他会很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帮我跟廖先生带个好。一定。不过，我去广州的事，还请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保重。光阳，多保重，去那边好好照顾自己。光阳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行了，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在这儿待着，都走开！哎呀，行行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赶紧走，搞得这乌烟瘴气的，走开！起来，起来！谭四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别坐在这儿了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这位长官，长官，有何指示啊？谁规定的不能在火车站乞讨？我们司令部是没有这个规定，难不成是你定的？这里是火车站，他们在这儿要饭，太难看了吧？因为难看，你就要把他们给赶出去。你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有饭吃了吗？快要饿死了。如果今天这里的任何一位因为被赶出去饿死了，你负责吗？是小的考虑不周，小的考虑不周。谢谢长官，哎呀，去买点吃的，给他们分了。好，也算我们一份。好了，大家跟我过来，这边。战火连年，最没选择的其实是他们。啊，让一下！别着急，大家都有，不要抢，不要着急，别抢！徐少帅买单，一个个都管够。都有，都管够。他是徐伯钧的儿子。是的，不过你怎么直呼我们大帅的名字呢？徐伯钧，他是凶手，他是个凶手！就是徐伯钧挑起了战争，就是个好人啊！我们不是你瞒的。大家冷静！别人冷静！大家冷静！别激动！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找了他1个晚上，眼看着就要找着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？而且，你更不知道10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胜出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山下准一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别扔了！不要哥！徐
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？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，谁干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，没有怀疑过吗？大家别扔了，别打了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大伙先听我说。大家冷静一下。我是谭玄林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徐督办一直在上海任职，越城督军府的所作所为跟他无关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好吗？谁说没有关系啊？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各位冷静一下。怎么会跟他没关系？我一共2个儿子，小儿子在裴督军手底下当兵，大儿子在徐伯钧手下。我小儿子战死在战场上了，我的大儿子挂念我，想回家看看我，没想到就你们抓着了，活活给枪毙了呀！扣不了班旗，开不了枪的兵，留着也没用。是少帅。冷静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别扔了。你也是个孩子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行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吧，散了。你终于想清楚了，郭耀哥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再见。保重。保重。想不到你平时不说话，但心思还是挺多的嘛。
裴督军同意我哥的请求了吗？现在江城正处于前线，傅庆正愁无人接任，谭司令主动请缨，傅庆正好顺水推舟，不仅同意他出任江城镇守使，同时还接受他的举荐，由吴相应接任上海司令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我哥折腾这么一大圈，就是个过路财神，这位子还是回到了吴相应屁股底下。吴相应是徐伯钧的叛将，至少不会和徐伯钧一样沆瀣一气，也总比徐伯钧的某些亲信上台要好。只是谭司令放着好好的上海司令不当，干嘛去接江城这烫手的山芋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懂，我哥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，也许是因为江城是我们老家，而我哥他又离乡多年，想家里也说不准啊。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画上这女孩画的是谁啊？你还跟谁一起看过烟花？这肯定是你啊！我只跟你一个人看过烟花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我没有藏起来啊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小淘气偷偷跑我屋里，把画像偷走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也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。你为我画了那么多幅肖像，我也想为你画一幅。这幅画，就当做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画的吧。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就当讨个珠联璧合的好彩头。珠联璧合我喜欢。啊，我哪有这么胖？你看这腿粗的，你这画的也太不像了。我知道我画的不好，这次且当抛砖引玉，以后你再画，一定要画我们两个人。好，以后的日子，我一定会画我们两个人。看样子，这是真的要走啊！老吴，哎，北京的委任状到了吗？啊，上海防守司令即刻上任。裴勋这次办事还挺麻利的。司令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位置本来就是你的，物归原主啊。要不是你发动兵变，我吴相应可能早就被徐伯钧给整倒了。我被徐伯钧怀疑了那么久，要不是你，我不可能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。别这么说，你现在也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徐伯钧下了你，他再也不能控制上海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当你的司令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步步为营，好不容易让上海摆脱了徐伯钧的控制，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到江城去收拾那个烂摊子？江城是我的老家，家乡有难，我必须回去帮忙。再说了，我功成身退，你官复原职，皆大欢喜啊！你看你为什么要愁眉苦脸的呢？当你副司令挺好的，我可没想着官复原职。老吴，有你这个兄弟，我这上海的司令没白当。到了江城，一定要保重。好，放心吧。对了，老吴，虽然说现在摆脱了徐伯钧的控制，但是这局势瞬息万变，一旦革命军过了长江，这上海何去何从？你必须要早做打算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司令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一定告诉我。我们是兄弟。好。
越城的天，就像那般人的脸，啊，说变就变。不过挺好，这些天卧霜养病，满屋子的中药味儿，这鼻子都是苦的，出来透透气，很好。大帅要是喜欢，属下以后每天都推您出来散散心。身边这些人呐，就你最忠心。当年若不是大帅从战场上把我救下来，又将我抚养长大，哪有我的今天？有光耀的消息吗？啊，有人看见少帅在火车站跟苏少帅一起上了去广州的火车。大帅不用着急，我这就派人去暗中打探，一定查到少帅在广州的下落。一定是谭玄林，肯定是谭玄林牵的线。他把我搞下野还不够，他还想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儿子，这新仇旧恨，我要跟他一起算。听说这个谭玄林主动向北京请益，出任江城的镇守使，还带着谭家军回了江城，又把上海司令的位置让给了吴相应。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卖的什么药？能够做这样赔本的买卖，谋事者大。大帅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统治江城那位，用他的时候到了。是。我不信。你不信什么？我不信我哥让我回江城是让我回去参加婚礼。我有预感，我这次只要一回去，就回不来了。那你准备怎么回复谭司令啊？我问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会保护我的。当然了，你是为了我才留下来的，我绝不会让你有一丝丝的后悔。我信你，我这次来就没给自己留退路。东西都放好了啊！哎，小崔，赶快去厨房把那个海鲜干货都带上啊！是。哎，这个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也要小心。我只是去江城，又不是去野营，哪用得着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多带一点是一点。江城那个乡下地方，能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呀？是啊，谁让你们家大小姐看上我这个乡巴佬了？哎呦，谭司令啊，哎呦，您别见怪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方叔是心疼我，有口无心，你还计较？我知道。哎，方叔啊，你们也都放心，江城呢虽然比不了大上海，但是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照顾好晚清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司令小姐，那我去忙去了啊。好，请。真是的，你都吓着他了。怪我。司令，司令，四小姐发来电报，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。她让你和穆小姐千万珍重，不要挂念她。她还附了一首诗：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愿君摘取南海月，散落清辉到江城。他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。司令，穆小姐，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？这广州的古称是南海郡，这诗的最后2句是祝愿玄林早日脱离北洋政府，拥护国民革命。但是司令，一旦我们公开拥护革命，那就意味着跟北京政府彻底决裂，那四小姐在北京可就危险了。如果裴军再拿她当做人质的话，那我们是进退两难啊！现在只看裴少军能不能不负所托，保四小姐平安无事了。谭四，你现在去报社，以我的名义登一份声明，就说
就说谭家四小姐谭桑榆，生性顽劣，忤逆长辈，私自离家与裴少君私奔，寡廉鲜耻，为家法所不容，故将其开除出谭氏宗祠。即日起，无论生死，都与我江城谭家无关。不，司令，你疯了！这个声明一出的话，四小姐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给她找了退路，是她不回来呀。可惜，她已经认定了那个裴少君，即使是千难万难，也不会回头的。登了声明，四小姐就不再是谭家的人了。这样，就算裴勋抓了她，也拿她没有办法。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。我终究护不了她一生，她自己选的路，就让她自己走吧。去吧。哥，谢谢你。你哥哥是个勇敢的人，敢想，敢干。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。我不后悔留下来，可是我一想到我和我哥天各一方，可能再也见不到，我就还是很难受。不会的，肯定会再见的。我不能让你为了我，去失去相依为命的亲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天，我在试图劝着父亲，和革命军和谈。父亲的态度有所松动，考虑答应我的提议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如果裴伯父答应和谈，太好了。我答应过你哥哥，要为了你改变这个家，我要遵守我的承诺。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，你就是我的英雄。都知道今天是你上任，怎么都没有人出来接啊？不好说。谭家老二真的辞了上海司令，回江城当镇守使。啊，北京的委任状他已经拿到手了，想必这个时候已经在城门口了。都10年没回来过了，这个时候跳出来横插一杠，真是不识相。不要再说了。这10年，谭子杰就是个甩手掌柜的，里里外外都是你在撑着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他死了，居然跳出来谭家老二，难道那个毛小子还想压在你头上不成？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要再说了。
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从上海来的谭司令吧？您就是陈少武师长吗？正是鄙人。想必谭司令知道，镇守江城一直是我的职责。我子杰叔一直身体不好，所以一直由您代劳，麻烦您了。现在好了，我接任江城镇守使，您也就做好分内之事就好了。哼，我分内之事就是保江城的平安。谭司令此番走马上任，带了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，是我恐难从命。我的这些兵都是谭家的老兵，并非来路不明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渊源都比您深厚得多。我只想带他们回家而已。回家？他们的番号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只不过是上海一个商会的民团罢了，连个军人都不是。谭司令，把这些人带回来，不太合适吧？陈师长，你是故意为难我吗？谭司令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镇守使，走马上任，别人自然很欢迎。可带来的这些私兵，我不能接受。好，既然我接任了江城镇守使，那我命令你备好营房，备好军饷，把我的兄弟们迎进城。陈师长，这是要违抗军令吗？进城！欢迎新任江城镇守使。队长，来，砰！想到以前了。我爹死后，谭家军就被罗炳文撤销了番号，这江城又归入了徐伯钧的地盘。有家不能回啊，一直漂泊在流浪。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来了。只不过这一切都变了。我明白。我刚回上海的时候，走进木公馆那一刻，也是这样的感受。明明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却恍如隔世。来，粒粒皆辛苦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真闹心啊！你还有我啊！
是啊。还有你，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孩子，会在这里玩耍。如果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生几个，生他一个牌怎么样？你想累死我啊！司令，司令，有一名叫刘副的师长求见。刘副，刘叔，快请他进来。好。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个陈少武并不欢迎我们。这时候，这个刘师长来干嘛？这个刘副是我爹的老部下了。当时我们在当马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一起学过骑马呢。但这10年没见了，难免不是一条心。今天这个陈少武，摆明了就是要和我翻脸的。我想要坐稳这个位置，就必须要得到这些老师长的支持。在这里面，我认识的只有这个刘叔了。可他靠得住吗？但我想赌一把。二少爷，刘叔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当年你离开江城的时候，还是个10来岁的半大小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威名赫赫的一方镇守使了。刘叔，你也没变啊！来，快请坐。哪儿没变呢？我都老了。刘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，穆婉清。刘叔好。这姑娘的气派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要是你爹你娘看到了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了。嗯。六叔，这1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回来祭拜过，我太不孝了。哎，这不能怪你。你一个人也够不容易的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这香烛供果，我都替你记着呢。你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刘叔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进城的时候，姓陈的，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陈师长这些年来一直代理军务，劳苦功高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江城镇守使他是不二人选。他心有怨言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。刘叔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我怀疑你子结树不是病死的。少武兄，啊，刘福兄，你不是在家养病吗？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吗？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身体好吧？啊，好了。来来，有话坐下说。好嘞。哎，喝水。哎呀，少武兄，我来是替谭司令递个话来。哼，这谭司令进城不过2个时辰，你就来替他做说客了？我知道，你心里并不痛快，但说句公道话，我可是谭家的老人儿，也是看着二少爷从小长大的，他可不是个记仇的人。你呀，只要给他服个软，往后守点本分，他绝对不会难为你的。哼，谭司令来到江城做镇守使，那是奉了上级的命令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他带了一些私兵，这不符合规矩呀。那不是情况特殊吗？要不是当年他们被取消了番号，他们就是江城的兵。
更何况，现在江城有5万多人马，多2000多人，这军饷挤一挤也就出来了。那干嘛弄得这么难看呢？咱规矩是得讲，但人情不是也得顾着吗？哼，好，看在你刘福兄的面子上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得嘞。但是少武兄啊，你怎么得有点姿态吧？好，今天晚上啊，就在我这宅子里宴请谭司令。哎，我们都是粗人，喝顿酒，这事儿就结了，行吗？真的要去啊？明明知道是鸿门宴，他敢害你叔叔，未必不会害你。放心吧，他不是我对手。现在了还逞威风，江城的情况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但你男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放心吧。各位同僚，谭司令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谭司令当年在上海当过司令，这次回到江城这个小地方坐镇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大家听令，让我们一起敬谭司令一杯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只要谭司令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听我说一句。陈市长，哎，您这么说可是太客气了，谭某羞愧难当。今天是家宴，咱们抛开所有的官职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我的前辈，是长辈，我敬大家，来，干了！敬谭司令，敬谭司令。请坐，敬。烟酒不分家啊！来，抽一个。哈德门好烟。哎呦，你看，这酒劲这么大，我都晕乎了。这是老家的小烧，你可能在外面时间长了。先点上。好烟，舒坦。大帅，江城来电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谭玄龄没有发现。他能死在江城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。陈市长啊，你说我这怎么还有点胸闷，头还有点晕呢？各位兄弟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是这儿太嘈杂了，要不咱们出去透透气？好啊，请请，走走。来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呼吸不上来了。
好，我喝。来个，行，喝吧。来，倒点。喝。谭司令喝多了，在外边透透气，啊！陈师长，你给我的可是索命烟，烟酒不分家。谭司令，来一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谭司令，大家诚心诚意来为你接风，你倒好，2条人命，你眼都不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太乱了。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，谋害前镇守使谭子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诸位，前镇守使谭子杰在泡温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，溺水而亡。心脏病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。他在死亡之前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。之后，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，发现香烟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洋地黄，这个洋地黄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。刚刚陈少武如法炮制，给谭司令抽了同样的香烟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是丧心病狂！真是丧心病狂！死掉一股，太恶毒了！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，谋杀长官，实属丧心病狂。对，这种人就是该死！该死！什么东西？就是该死！哎，你说，这新任的镇守使带着亲兵到咱们江城来，这不明显的改朝换代吗？那咱们前程怎么办？还要什么前程？你没听说淮南镇守使都被革命军抓了吗？这江城啊，早晚朝夕不保，革命军一来准完蛋。我说你俩就稍高兴吧，我们这些在陈少武部下的，回头还不知道被怎么处理呢。这谭司令据说是陪都军的人，你说那个徐督军把税收到几10年后，他该不会不承认吧？哎，新官上任，咱们肯定又得扒层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各位乡亲，我是谭司令的家眷，我替他向你们保证，再也不会苛捐杂税。谭夫人，此话可当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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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的事情谭司令管，钱的事情我能说上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回有希望了。是。请，请。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军中无帅，
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任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。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瘾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林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路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啊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。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，江城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。税收到了几10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，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你情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。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
不起啊！都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，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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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帅，怎么又忘了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！是啊，昨天淮南那一仗真的是太过瘾了。你瞧那淮南镇守使啊，连裤子都还没穿上就被我们逮在床上，这叫一个快准狠。那个镇守使啊，是前清的巡防营管带，手下的兵都是些兵油子，平常只顾着捞钱、疏于管理，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那是。是啊，那好像是孙洪琛啊。我在广州都听说了，大家都说你不愧是当年保定军校的神童，首战告捷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活捉了淮南镇守使，我都觉得脸上有光。别说了，都是一群老弱残兵罢了，胜之不武，胜之不武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好好的露了一回脸，让广州那帮家伙见见你的本事。不说这个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前线吗？我来给你带个好消息。他果然走出这一步了。原来啊，我是横竖都瞧这个谭玄龄不上眼。现在想想，他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。悄无声息，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水陆要冲，不服不行啊！这个事情未免也太顺利了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安呢？你是不是担心你父亲啊？江城，毕竟也是我父亲曾经的管辖范围。虽说我父亲下野了，但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你音讯全无，你父亲已经没有心思再考虑这些了。不，你可能不了解我父亲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在上海的时候，谭学林就和革命党有勾结，可惜呀，让他蒙混过关了。这次裴勋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推举的江城镇守使刚刚上任就叛变了。哼，裴勋他难辞其咎。是，好在我们在江城早就已经做了部署，就等着谭玄林自投罗网了。他以为搞定了陈少武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帅，给江城那位发电报，让他可以开始收网了。